说到国内的良心企业，百项1/3的残疾人员工被广泛称赞，但实际上还有个更猛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檀木匠，一个专门做木梳子的上市公司。这家公司工厂正式员工约为720人，其中残疾员工355人，占比49.3%。而这支残疾人队伍一年卖掉几百万把梳子，创下5个亿左右的营收，稳居行业首位。值得一提的是，檀木匠的创始人谭传华也是个残疾人，他缺失了右手手掌，同时谭传华还是个秃头，也就是说，一个失去右手掌的秃头大叔拥有高超的木梳制造技艺。他以此创立了一家公司，招聘1半残疾人员工，还把公司做大做强，做到上市，并稳居行业第一。这看起来很魔幻，对吧？谭传华到底怎么做到的？这家公司经历了什么？这期品牌故事，咱们就来详细揭秘这家由残疾人撑起半壁江山的公司。淋过雨的人才会为别人撑起伞。故事的开始，我们从创始人说起。1957年，谭传华出生于重庆开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他从小偏爱画画，希望成为画家和诗人。但在18岁那年，他在村里用雷管下河炸鱼的时候，意外炸断了右手。对那个年代的农村来说，没有右手意味着失去劳动能力。他被村里嘲笑为无用之人。有人安慰他，不能种地没事，以后还可以做生意嘛。但立马被村里人反驳，他太老实，不能做生意，这辈子已经废了。唯有母亲鼓励他，不怕，眼睛还在，就能活。母亲的鼓励让谭传华重拾信心。为了弥补身体上的缺陷，谭传华比所有人都要努力。他勤奋读书，苦练左手，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画画也很漂亮。1976年，谭传华进入一所民办学校，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他在自传中说，凭借优异的教学成绩，他很快成为全县有名的教师尖子。但这并没有赢得校长和同事们的尊重。一次偶然间，谭传华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他，一个人残手断脚，多难看，多可怜，要是我早就自杀了。他被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但无力反驳。与此同时，热恋中的女友也因家人反对和他分手。双重打击之下，谭传华在1980年的春天辞掉了教师职务。年仅23岁的他，怀揣仅有的50元钱，告别了父母兄弟，坐上火车一路向北。他要向看不起他的人证明，自己一个残疾人在外也能打拼出一番事业。然而，寻求尊严的道路并不顺利，一路上尝试找工作，没人愿意给残疾人提供工作，哪怕一份最底层的工作。身上的50元钱很快花光了，为了填饱肚子，他把能卖的都卖了，一度混到流浪街头，被人当作小偷送进收容所。那年的11月，他辗转来到峨眉山，不是来看风景，而是找一个好地方结束生命。因为现实让他认清，作为残疾人，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巧合的是，当时峨眉山大雪封山，谭传华尝试了几次都进不去。他觉得这是上天故意放了一条生路，不应该就这么死去。于是他用仅剩的几块钱买了一张去往昆明的火车票，去到四季如春的地方重新开始。此后几年间，他流浪大半个中国，每到一个城市就靠在街头帮人画人像赚点生活费。1984年，在几近饿死街头一场大病之后，谭传华返回重庆老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寻梦之旅。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娶妻生子，生活回到正轨。但流浪的经历让他明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必须要赚到大钱。残疾人没办法劳作，那就想办法创业吧。他卖红薯，卖中药材，开水泥板厂，结果全都失败。唯一赚到钱的是在县城开花店，他靠这笔钱在城里置办了房产。后来花店的竞争越发激烈，生意很不好做。谭传华思量再三，决定转行做木雕。他父亲是做木雕生意的，本身就有这方面资源。同时他擅长画画，学习起来游刃有余。在父亲的指导下，没多久就雕刻得栩栩如生，似乎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1992年，自觉雕刻技术不错的谭传华带着自己的作品，信心满满的到深圳参加木雕工艺品展览。结果傻眼了，他发现自己窝在老家雕刻的东西和大城市同行精美潮流的作品相比，根本不像一个时代的产物。对此，他在自传中强调，闭门造车是可怕的。不过他的深圳之行也有收获，他打听到上千种木雕产品中，梳子最畅销，但又是商家最看不上的，因为梳子工艺简单，价格低廉，没有高档木雕利润高。想到这是个被忽视的市场，谭传华暗下决心，回去就专门做梳子。
虽然同属木雕产品，但谭传华并不清楚木梳具体制作流程。他在老家找老一辈梳子匠考察了一圈，发现做木梳靠的是纯手工，效率非常低，不适合规模化生产。于是他找人研发设备，改进技术。几个月后，他租了一个废弃养猪场作为基地，正式成立万州三峡工艺品有限公司。在养猪场内，他的机器生产出了第一批梳子。他带着工人去街上摆摊售卖，吆喝半天没人买，因为2块钱一把的梳子太贵了，隔壁的塑料梳子只要1块钱。这让他意识到，大街上摆摊卖肯定不行，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跟不上。于是他想到了城里的商场，那里高端大气上档次，但跑了几家商场，没有愿意给他小小的梳子单独开辟柜台的。后来他想了个法子，把梳子交给商场寄售，商场不用垫付货款，卖出去再结账。这种方法显然对商场有利，对方答应试试。没想到几个月下来，梳子销量意外的好，就这样打开了当地市场。仅仅1年，谭传华的梳子便铺遍了重庆10多家大型商场，卖出了足足5万把。然而1994年前后，正当谭传华要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遇到了资金难题。这时候他创业路上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这个人是谭传华老家农行营业所的主任，在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直接凭一张白条批了29万贷款给他。这个操作放到现在肯定违规，但主任却愿意承担风险，可见谭传华的人品是得到老乡认可的。凭借这笔雪中送炭的贷款，谭传华度过了2年困难时期。1997年，谭传华正式将自己的梳子品牌取名为谭木匠，开启了全国化扩张之路。随之而来的依然还是资金问题。彼时他没办法再靠老熟人贷款了，必须拿固定资产抵押，走正规流程贷款。但谈了几家银行，没有一个愿意帮他的。无奈之下，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谭木匠工艺品有限公司招聘银行。企业还能招聘银行？这件轰动国内外的稀奇事儿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目光，也吸引了一些银行前来洽谈，成功获得贷款。谭传华曾在自传中写道：招聘银行这件事情是逼出来的，不是策划出来的。我这个人喜欢挑战，这件事情越是不好做，我越想去挑战它。有了新的资金注入，谭传华大力宣传梳子的质量和品牌，并把商场的铺点改为专卖店。这一举措使谭木匠很快从众多梳子品牌中脱颖而出。1998年，谭木匠走上了连锁经营的发展道路，生意蒸蒸日上，新产品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到了2000年，谭传华一口气开发出桃木梳、护发梳、合家欢、婚庆梳等10种主题系列木梳。2009年，谭木匠实现营收1.4亿元。同年，谭木匠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第1家上市的木梳公司。如今，谭木匠的专卖店已经发展到1000多家，遍及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以及欧洲、北美、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顺便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输出。乡里人都不太敢相信谭传华能凭一把梳子发家致富，但事实人家确实做到了。如果要总结原因，有2点非常重要：一是真正始终如一地专注于做梳子，不碰其他产业。不过专心梳子这个规矩，也是谭传华花钱买来的教训。早在1998年，和大多数企业家一样，谭传华也有多元化发展的雄心。他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下，将目光转向电视剧市场。他投资250万拍摄方言电视剧《爬坡上坎》，最后沦落到勉强以150万的价格把这部电视剧卖出去。在交了100万元学费后，谭传华坚定信念：我们不想做大公司，我们只想做好公司，只想把谭木匠办成100年老店。后来公司做大了，账上常年躺着几千万现金，又有人建议他用这笔钱去投资理财。和财务商量一番后，谭传华否决了。他认为通过专业化的操作，每年多赚个千把万不成问题，但赚回来之后肯定越投越多。当发现投资比卖梳子还赚钱的时候，就会忽略掉对梳子的重视。谭传华不敢赌这个人性，自那以后不再碰任何和梳子无关的行业。除专注主业之外，谭传华和其他上市公司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并不一味地追求营收和利润，比起公司的业绩，他更关心员工的待遇和生活。这体现在多方面，比如工厂环境。位于重庆双河口镇的谭木匠生产基地，工厂不像工厂，而是像一个大公园，整个办公环境就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小花园。薪资方面，谭木匠每年都会给员工分红。2009年上市至今，员工现金分红累计超41亿元。当然，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残疾人士的关爱。本身患有残疾的谭传华深知残疾人在社会上的不易，
所以他特地招聘了许多残疾员工，为他们提供工作。全公司720名员工中有355名都是残疾人，如此高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少见。谭传华不仅为残疾人提供技术培训，还为他们安排免费的接送车。他说，我想让那些跟我一样残疾的兄弟姐妹们有活可以干，有饭可以吃，能够养活自己。这里用几名典型的员工给大家举例。傅培云，檀木匠工厂的美工。来檀木匠之前，他是靠乞讨为生的流浪汉，从小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又缺少亲人的关爱，在社会上流浪多年的他，性格异常偏激，对每个人都充满敌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出差在外的檀木匠领导看见了他，顺便把他带回厂里。初到工厂，他几乎跟所有人吵架。然而，大家对这个孩子却很包容，不仅为他安排师傅，不厌其烦传授技术，还在生活上给他许多关心，教他待人处事的道理。在日复一日兄弟姐妹们的关爱中，傅培云渐渐变得柔和，他开始跟自己、跟这个世界和解，成为一名优秀的美工。吴玉梅出生于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自小患上佝偻症，终身身高只能跟2岁的孩子一样，并且双腿残疾，年幼丧父，母亲接近失明。天崩开局的她从小被瞧不起，成年之后，她嫁给比自己大10几岁的丈夫，生育了一个女儿。结果安稳日子没过几天，丈夫出意外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一下子坠入谷底，找不到一丝生机。当听说檀木匠招聘残疾人后，吴玉梅怀着忐忑的心情前来应聘。谭传华接纳了她，给她安排工作，还特地为她定制了高板凳，让她能够操作机器，并为她改低宿舍水龙头的位置，方便她洗漱。如今从她工作时专注的神情，你也能感受到她对未来的坚定与信心。和吴玉梅类似的还有郑华，他手臂残疾，进入檀木匠工作后逐渐安家立业。然而腿部骨髓炎突然复发，让他一夜之间妻离家散，欠下一屁股债。无奈之下，他把檀木匠告上法庭，要求为其支付医药费。谭传华得知后大吃一惊，非常气愤，不理解员工救急复发为啥要告公司。但当他了解到郑华的遭遇后，选择了以德报怨。那时正值春节，谭传华亲自上门送了一笔过节费。回到工厂后，谭传华心想，送钱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让他有赚钱的能力才行。于是谭传华拿出10万块，并无偿送了一家檀木匠专卖店给他。自此，郑华人生逆转，过上了好日子。正如谭传华所言，檀木匠真正的价值不是这把梳子，也不是多少亿市值，而是檀木匠工厂里那群残疾人员工，让他们做出世界上最好的梳子，才是檀木匠这个品牌真正的价值。一家公司想要长久，一定要对社会实现价值，而不是只看利益。遗憾的是，有如此格局的企业太少了。京东方绝对是液晶显示屏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国内液晶产业的龙头企业，它与韩国三星、LG 在全球液晶大战中平分秋色。从最初一个落魄到靠生产爽口液、保健营养茶等日用品来维持的工厂，成长为中国大陆液晶显示产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这背后是怎样的成长历程？触摸品质，发现未来，请立即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京东方，中国液晶之王。我们既然要做这个产业，就要让中国成为这个产业的领导者，让国家为我们感到骄傲。这是2003年京东方科技集团决定进军显示面板产业时，董事长王东升立下的誓言。如今的京东方在智能手机屏、平板电脑屏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企业毛利率连续2年业内第一，牢牢确立了它在全球液晶领域的领先者地位。2017年，京东方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在俄罗斯莫斯科设立俄罗斯子公司，开展东欧业务；在迪拜设立中东子公司，开展中东业务。同年10月，京东方宣布第6代柔性显示屏实现量产，并举行了客户交付仪式。交付对象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 等10余家客户。作为中国首家、全球第2家实现柔性屏量产的公司，京东方打破了韩国三星在这一领域的垄断，于全球柔性屏卡位战中占据了主动权。最近，
京东方研发出涵盖3.8英寸到6英寸的智能手机显示屏和分辨率可达 4K 的覆盖6英寸至17.3英寸全系列平板电脑显示屏。京东方这个靠着液晶产业发家的物联网公司，将触角有力地伸向北京电子广场的领导，几乎是饥不择食地寻找能够迅速盈利的项目。病急乱投医，曾经的中国电子工业第一厂，为了生存，什么都尝试过：保健营养茶、爽口液、北京烤鸭店、节能灯、出租车公司等等。然而，这些项目没有几个是成功做到最后的。不过，在经历了众多项目的失败之后，因为欠缺技术而不断萎缩的北京电子广场意识到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的重要性。1993年，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开始着手于公司内部的改革，从企业员工的技能和素质入手，让工人们接受大工业和产业文明的洗礼。厂区从一个鸡鸭猫狗随时会出没的涣散之地，变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另外，王东升从职工那募集到了670万作为抵押，进行股份制改革，带领奄奄一息的电子广场一步步走向重生。通过数次改革与合资，北京电子广场终于在1997年6月10日于深圳 B 股上市，一下子募集到了3.5现代的一条液晶生产线。另外，准备在北京开建新的生产线，这都需要巨额资金。最初，京东方求助于银行贷款，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带领下借贷了一笔金额。但是，由于液晶周期导致的液晶产品价格骤跌，使京东方持续亏损而无法偿还贷款。于是，银行们迅速变脸，纷纷调低京东方的信用等级。后来，在国开行和北京市政府的劝说下，银行们才勉强同意给京东方贷款延期。这些风波让京东方意识到，一般的银行贷款是无法适应液晶产业这种越亏损越要投资的进攻性投资战略的。他们或许能锦上添花，但是很难雪中送炭。几经摸索，京东方把目光转向了政府，开始向地方政府定向增发股票来获得资金，让政府入股来分享液晶生产的利润，承担风险。事实证明，这种依靠政府的融资方式为京东方的液晶生产成功提供了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持。例如，电力的稳定、工人的持续招收、土地、道路用存最古老的光学产品制造商之一。2战以前，他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照相机工厂。他创造了无数经典的镜头，其中一款被称为鹰之眼。这个来自德国的品牌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你知道他是谁吗？欲知详情，请关注下期10万个品牌故事。下载百强排行 App， 精彩视频抢先看，输入心仪产品进入排行榜榜单，全网最新的折扣与优惠券一览无余。2019年年初，豆瓣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中国现象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后，票房口碑双丰收。然而，在豆瓣的电影评分却持续下滑。影迷们质疑豆瓣恶意修改电影评分，报复性地跑到应用市场给豆瓣 App 刷1星差评。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豆瓣第一次因为电影打分事件而受到质疑了。早在2016年，电影《长城》上映时，就因为无数观影者在豆瓣上的1分差评，而导致豆瓣猫眼电影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一篇豆瓣猫眼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恶评伤害电影产业一文引发争议，质问豆瓣猫眼是否参与。朋友觉得市场太窄，所以放弃了。因为爱看书，阿北将目标转向了书。如果有一个网站可以让大家共享观后感，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事。带着这样的想法，阿北把网站做出来了。这个网站就是豆瓣。创办1年后，除了阿北，豆瓣只有2名成员还是兼职。直到2006年2月，豆瓣成立快1周年，阿北才迎来自己的第一个正式员工。阿北与豆瓣也在业界被戏称为一个人的豆瓣。最初的豆瓣只有一个功能，豆瓣读书，用户可以标记想看的书，看书评，再通过豆瓣去第三方购书平台买书。网站上线第1天，就有人通过豆瓣转到当当网去买书。阿北曾自豪地表示，豆瓣可能是中国互联网里面很少见的上线第1天就有收入的公司。经过了起步的挫折，1986年9月，他们终于掘到了第1桶金，收到了第一笔货款8000元。莲源毛糖焊料厂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内成长为娄底地区最大的民营企业。1991年，湖南省莲源市焊接材料厂更名为湖南省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3一的含义就是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1993年，3一产值超过1亿元大关。这一年是梁稳根个人创业史上的奠基之年，也是今天的3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奠基之年。此时，赢得中国骄傲的3一并没有停下步伐，将眼光瞄准了国际市场的继续拓展。从2002年到2003年左右，3一就开始了初步的国际化发展过程。而从2006年开始，3一陆续开拓了印度、美国、德国、巴西等海外研发和制造基地。2009年，3一混凝土机械年销售收入超越德国普茨迈斯特，成为全球第一。2010年，3一正式提出将国际化视为第3次创业。2011年，3一挖掘机销量超越所有外资品牌，跻身中国市场第一。同年，3一重工以215.84亿美元市值荣登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市值500强。获得国际认可的3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名片，在国际市场以自己不可撼动的地位为中国制造赢得了骄傲。2012年，3一重工收购曾经的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德国普茨迈斯特，全球新领导者正式诞生。同年，3一重工与随车起重机巨头奥地利帕尔菲格签约成立合资公司。3一重工的国际化进入全面盈利时代，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2014年，3一重工在上海中心大厦实现620米的混凝土输送，打破普茨迈斯特在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创造的606米世界纪录，世界泵王实至名归。除此之外，3一在2006年也参与了迪拜塔底板浇筑，并在之后参与了巴西世界杯场馆、伦敦奥运场馆、新加坡世界最高摩天轮、俄罗斯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日本第一高楼阿贝野中心大厦等国际重点工程建设，成为了重工行业名副其实的国际领军企业。多年来，梁稳根率领的3一重工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道路，为中国工程机械赢得了国际声誉。3一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至7%用于研发，凭借自主创新，3一成功研制的66米泵车、72米泵车、86米泵车3次刷新长臂架泵车世界纪录，并成功